Hello，大家好，我是堂主。昨天呢，有很多人艾特我说有人骂我，所以呢，我就点开那个网页一看，然后呢，我就发现有个14万粉丝的 UP 主发了个视频。视频的开头呢，蹭了一波前两天华为 Mate 60 Pro 发布的热度。这几年，华为是憋着一口气，中国人也憋着一口气，一切到昨天突然就舒服了，通畅了，甚至还有些惊喜。期待9月份的华为发布会，这一次要让整个行业看到，自主品牌才是国家希望，而自研才是自主品牌的希望。然后呢，话锋一转，就开始干我了。当然，在这种时候也不乏唱反调的人，比如8月30号 ，B 站著名汽车 UP 主堂主撩车发了一篇自相矛盾的文章。他认为，不是因为国产车的存在，所以车价才越来越便宜，而是因为有市场竞争才越来越便宜。事情的起因呢，其实很简单，就是我随手发了一条动态，大致的内容是这样。我相信啊，只要没有中文阅读障碍的人，我相信都能看得明白我写的到底是什么东西。但是这个人呢，却把我的内容断章取义、掐头去尾，严重篡改了我的意思。那我想啊，既然对方都踩我头上来拉屎撒尿了，那咱们今天就一条一条来对，必须给他起脸输出回去。首先啊，这个人的这篇内容很有意思，起的标题叫中华有为，敢越星河，纵横山海，30万粉 UP 唱反调却暴露了自己。首先我想请问一下，什么叫唱反调？我想让这个 UP 主回答一下我的问题，什么叫唱反调？跟你看问题的角度不一样，就是唱反调是吧？不让人发表意见了是吗？你是网络纠察队还是什么呀？其次啊，什么叫暴露了自己？暴露了什么啊？请这位 UP 主回答一下我的问题。首先，我的观点对不对？咱们用观点来交锋，对不对？但是你恶意揣测，带着一堆人来人身攻击，算怎么回事呢？在我们中文互联网上，长期以来都有一股歪风邪气，就是一旦不同意你的观点，轻则带节奏曲解你的观点，重则就直接开始人身攻击。最常用的手段就是直接把你打成卖国贼。这股风气我不知道是什么时候开始的，但是确实啊，相对于繁琐而文明的去反驳你的观点，直接把你打成卖国贼，然后进行批斗，无疑成本是最低的，也是最简单最有效的。咱们一句一句来看啊。首先他说我发表了一篇自相矛盾的文章。 B 站著名汽车 UP 主堂主撩车发了一篇自相矛盾的文章。他认为，不是因为国产车的存在，所以车价才越来越便宜，而是因为有市场竞争才越来越便宜。但是他却并没有第一时间就把我的文章全部放出来，而是掐头去尾截取了其中2小段出来，逐字逐句给我抠字眼儿，跟我在这玩文字狱呢。他说他不禁笑出了声，反问我说，难道国产车没有参与市场竞争吗？看到这句话，我不仅笑出声。难道国产车没有参与市场竞争吗？我的原文说的是，不是因为国产车的存在让车价便宜了，而是因为竞争，所有品牌一起内卷，才让车价便宜了。那么问题就来了，请问一下，我原文里的所有品牌包不包括国产品牌？我认为不对的观点是，把车价下降的所有功劳全都归到国产车身上，但是他很显然把我的意思曲解成了我说车价下降的功劳国产车一点没有，不是全部和一点没有，这是最简单的基础逻辑问题。但是这个人却连这个都搞不明白，而他之后所有反驳我的观点都是基于这个他篡改过我的观点延伸过来的。很简单，这么简单的道理，如果他都搞不明白，那他就是蠢。而如果他明明知道我的本意是什么，他还非要篡改，那他就是坏，对吧？所以事情就很简单了，他不是蠢就是坏。当然了，也许会有人说这是我自己的问题，我写的东西容易给人造成误解，这一点呢我是承认的，因为确实单独拎其中1句2句来说，确实很容易产生歧义。但是结合整篇内容来看，我确实完全没有说车价下降国产车一点功劳都没有的意思，我只是坚持相信车价下降不全都是国产车的功劳。当然了，如果我当时把句子写成不是因为只有国产车的存在让车价便宜了，而是市场竞争，所有品牌一起内卷才让车价便宜了，也许意思能表达的更直白一点。但是我当时也只是深夜2点随便感慨2句，行文没有那么严谨，也很正常吧。我也没有想到会被人恶意带节奏带成这个样子，这是有什么深仇大恨非得这样？那 OK， 虽然他连我的论点都已经歪曲了，但是他就着引申的部分的内容
我们还是一点一点往下看，毕竟闲着也是闲着嘛，对吧？顺便也水点时长。这位 UP 主举了2个例子，一个是可口可乐，一个是特斯拉，说可口可乐一直坚持3块钱，这难道不是因为我们国家饮料产能充沛，各种品牌百花齐放？而至于可口可乐啊，我说这么多年来一直维持在3块钱左右的价格，而这个 UP 主说这是因为我们国家饮料产能充沛，各种品牌百花齐放，言外之意就是可口可乐的价格也是他们打下来的。真是无知者无畏，真敢往自己脸上贴金啊！中国的饮料品牌的确是百花齐放，产能也很充沛，但是咱们就摸着良心说，在可乐的领域里，有哪一家国产的可乐公司说自己能打得过可口可乐？啊，咱就自己扪心自问一下，不管你能不能打得过别人的时候啊，反正价格这都是你打下来的，对吧？是这个意思吧？哎呦，分明是人家可口可乐公司通过多年的经验跟数据统计，知道这种碳酸饮料不是人类生活的必需品，不是必须要喝，不喝就会死那种饮料啊。正是因为这种特点，天然就决定了他们必须要以低价铺货走量为主，同时要利用自己庞大的体量带来的均摊成本极低的优势，用价格卷死对手，最大限度的限制新的竞争对手入局，这样才能在全球实现最大的盈利。哎呦，在这个 UP 主这儿居然又变成是让国产品牌把价格打下来了，我真是笑了。那我就想问问你了，可口可乐的价格是被具体哪家公司打下来的？如果你敢说出来是哪家公司打下来的价格，那麻烦你也问一问那家公司，他们自己敢不敢承认可口可乐的价格是被他们打下来的？好吧，我是这么觉得的，有自信是一件好事，但是咱能不能不要这么阿 Q 啊？6年前特斯拉在中国是什么价格？那时候没有他口中的那些品牌竞争吗？他说特斯拉在6年前在国内卖多少钱？这个不是搞笑吗？特斯拉6年前上海超级工厂都没落地，都没有实现大规模的本土化生产，进入国内的价格当然高了。你身为一个汽车 UP 主，连这个都不明白是吧？在这睁眼说瞎话是吧？看看今天特斯拉在美国多少钱，在欧洲多少钱，为什么在中国更便宜？这位 UP 口中的西方品牌汽车在美国欧洲都能卖，能打得动特斯拉的价格吗？另外啊，特斯拉在欧洲卖的的确是贵，但是你说在美国卖的也很贵，这就纯粹张嘴就来了吧？真当大家都查不到数据，所以你信口雌黄就可以随便忽悠是吧？啊，我查了一下，特斯拉美国官网公布的 Model 3一共就3个配置，售价从29740美刀到36740美刀，再到42740美刀不等，折合人民币分别是216000、267000、311000。那我们再看一下 Model 3在中国卖多少。Model 3在中国呢就只有2款在售，售价分别是231900和331900，它分别对应的配置都比美国的同款配置价格要高，所以哪里来的美国的 Model 3卖的比中国高呢？我们再举个例子啊 ，Model Y 在美国的售价是36640美刀。到39390美刀，再到43390美刀，折合人民币分别是267000、287000、316000。而中国的3款 Model Y 啊，除了 Model Y 的最低配，美国比中国贵了大概3100块。还是人民币啊，其他的所有的配置，美国的价格都比中国的要低。请问一下，这位 UP 主口中口口声声所说的特斯拉比中国哇要贵得多得多，因为当地没有车企能制衡特斯拉，这个观点从何而来啊？而且 Model S 的售价啊，就是那个大几十万到100万左右的产品，它的售价也比中国低呀。所以你口口声声所说的特斯拉在美国比中国贵太多，请问一下贵在哪儿了？真就为了这点流量，你是连数据都不查，真就张嘴就来是吧？而且既然咱们都已经聊到了这个话题，咱们就接着深化一下。特斯拉在2014年刚刚进中国的时候带来的产品是 Model S， 那个时候 Model S 在美国的售价分别是69900、73900、79900、83900、93400、110,900，分别都是美刀，折合成人民币分别是500900、538000、582000、611000、680900、867000，这是它在美国的售价。那我们再看中国的售价，它当年在中国的售价是648000、734000、852500。这个售价对比起美国的配置，
比美国那边稍微要贵一点点。但是你不要忘了啊，那会儿特斯拉是纯进口车型，肯定要交一定的关税和其他的税费的。它交了关税、交了税费之后卖的，跟美国的价格都是大差不差的啊！昨天有很多这个 UP 主的粉丝跑下来跟我兑现，说2020年之前，对吧？中国的国产车、国产的电车没有什么竞争力。2020年之后，中国的电车开始大发力，把这个什么特斯拉那些品牌大杀四方，杀得他们毛都不剩，对吧？那我想请问一下，2014年那会儿，比亚迪的电动车好像没有什么太大的竞争力吧？就算有竞争力，也影响不到特斯拉的价格吧？因为特斯拉卖差不多60-70万嘛。我想问一下，特斯拉当初定的这个价格，难道也是你们打下来的吗？啊，要点逼脸吧，真的。咱们再接着深化一下，咱们中国的政府为什么单独允许特斯拉在中国建厂？为什么上海市政府要给特斯拉那么优厚的条件，把它吸引进来？一方面当然是为了电动化的布局，对吧？把电动车的整个上下游的产业链都带进国内。但是另外一方面，还不是因为那个时候的国内的电动车企业各种不争气，有很多的电动车企业，国内的电动车企业打着做电动车的旗号，大肆的骗取国家的财政补贴，这个事儿大家应该都知道吧？不用一一点名举例了吧？很多厂子那个时候做的那种垃圾的电动车，动辄都要卖到几十万，这就是咱们国内的电动车厂商那个时候干的事儿。说白了，咱们中国的政府就是看到了这群国产厂商一个一个不思进取，迫不得已才把特斯拉引入进来，当一个鲶鱼用，实时鞭策敲打这一部分不思进取的国产厂商。所以到今时今日，你们是怎么好意思说特斯拉的价格是你们某个国产电车品牌打下来的？啊，要不要脸啊？要说把价格打下来，主要功劳也是中国政府制定了高瞻远瞩的政策，上海市政府做了积极的响应，把电动车整个上下游的产业链带进来了，大大的降低了生产成本。还有广大的中国消费者把自己的金钱不当钱，把自己当小白鼠，抢先去体验，给你们某些电动车企业留下了充足的原始资金积累，才让这个行业越来越壮大，才让电动车的均摊成本越来越低，因此价格才越来越低的。要论主要的功劳也是他们的。当然了，咱回过头来说，你说国内一部分电动车厂商有没有贡献？当然是有的，对吧？但是不是全部吧？我就聊了这么个观点都不行了。那 OK， 我们接着再往下看啊。他又举了一个泰国的例子。破解这位 UP 主的论点，最简单的方法就是看国外那些没有汽车产业的国家，他吹的这些品牌，用他所谓的竞争论，有没有把价格打下来？说泰国凯美瑞最低起售价是147.5万泰铢，合人民币是30.7万。还说什么啊？这是因为泰国本土没有他们自己的自主品牌，所以你看丰田在当地才可以为所欲为，想定什么价就定什么价。紧接着搞笑的事儿来了，他说咱们中国国内的凯美瑞的指导价是17.98万元起，溢价率达到了68.35%。但是大家都知道啊，我们就随便上个网站一查，17.98万元这个价格在国内是2.0的最低配的盖版的价格。但是他举的那个147.5万泰铢的那个泰国的凯美瑞是2.5的价格，都不是同一台车啊！举例子真就这么玩是吧？啊！所以你就可以看出来，他举的这两个例子用意就非常的明显。用泰国那边的例子呢，就用2.5的；用中国这边就用2.0的。这种带节奏，说实话就不用我多说了吧，对吧？但是啊，大家有所不知的是，泰国对乘用车会征收非常高的税，尤其啊排量越高，税费越高。所以凯美瑞的价格在泰国比国内跟日本贵，再正常不过了。但是你要知道啊，泰国对皮卡的税收的会少很多很多，所以泰国的皮卡卖的异常的火爆。泰国的皮卡市场是全世界仅次于美国市场的第2大皮卡市场。泰国的皮卡卖的真的超级便宜，而且啊，泰国的汽车销量排行榜最近这10几年头2名都是皮卡，牢牢占据了排行榜的1、2名。按照这位 UP 主的意思，泰国本土没有汽车工业，所以就会任人宰割，国外品牌想定什么价就定什么价。那请问一下，泰国本土的皮卡为什么会这么便宜呢？
按照他的观点，泰国本土都没有自主品牌，那国外品牌岂不是想定什么价就定什么价？那请问丰田、50铃为什么不把皮卡价格定得再贵一点呢？这个话说的呀，就真的是完全没有把泰国政府的能力放在眼里了，真当泰国政府是吃干饭的呀。当然了，能做自主品牌，哪个国家不想做自主品牌？但是做自主品牌更大的意义，我个人认为是能赚到更多的钱，能给国家带来更多的税收，而不是像泰国这样只能干点代工厂的小活，根本赚不到整个产业链里面最核心的钱。因此啊，其实有很多国家它汽车价格之所以高，根本原因其实不是在于有没有自主品牌，而是政府为了保护本国的汽车工业，或者是为了征收税，设置了非常多的税收，避免被资本倾销，对本国的汽车工业造成更致命的打击。当然了，这是我的个人观点，不求所有人认同。如果你不认同啊，那就是你对。现如今啊，这个14万的 UP 主又在国内宣扬这种阴谋论，宣扬这种焦虑，拉仇恨，这不是同样的意思吗？这不是分明不把咱们中国政府的能力放在眼里吗？咱们中国政府能任由这些外资品牌在中国横行乡里，鱼肉百姓吗？啊，这个14万粉丝的 B 站 UP 主太不把咱们中国政府放在眼里了吧？所有的合资品牌、进口品牌都是咱们中国的党和国家政府出面出头、点头做的项目。现如今，这个14万粉丝的 B 站 UP 主却在网上大肆的煽动这种民族情绪，大肆的拉踩、诋毁国家出面做的项目，这该当何罪？然后之后啊，我说任何一个品牌都不能做成一家独大，也就是在某一个市场做成接近垄断的地位。这个道理应该不难理解吧？啊，我给大家举个例子啊，假设啊，以前古代，你家里面养了一匹马，假如你吃的草料，必须是特定的，然后这种特定的草料呢，只有1、2家公司能提供啊。那么即便外面的草料卖的再便宜，也跟你没关系啊，你只能喜迎草料上涨啊，你还有什么别的招吗？这不就是垄断带来的最大的问题吗？我都没有提任何品牌，我只是单纯的举了一个例子而已，结果他就直接给我加戏。他绕了一大圈，最后说不能让国产车企一家独大，做成垄断。嘿嘿嘿，我的评价是急了，确实急了。这个车企是谁啊？你怎么不敢说啊？没事，我帮你说。直接把话题往比亚迪身上引。今年我们最强的自主品牌才刚刚进入全球前10的第10名，前面还有9个独大的，我建议先枪毙了，再说国产独大的事儿。说我明里暗里就是在阴阳怪气说比亚迪，其用意还不够明显吗？说白了，不就是想拉着比亚迪粉丝干我吗？这个视频的开头2分钟，他聊的是华为，后2分钟话锋一转就开始带头干我。说白了，不就是想蹭了华为的热度，又把华为的粉丝拉过来接着干我吗？另外啊，我只是举个例子说，任何市场都不能一家独大，否则垄断起来价格肯定便宜不了。结果他给我举个例子，用的是全世界的销量排行榜。今年我们最强的自主品牌才刚刚进入全球前10的第10名，前面还有9个独大的，我建议先枪毙了，再说国产独大的事儿。请问一下，我们中国市场的事儿跟人家国外的销量有什么关系呢？对吧？他举的例子都完全是牛头不对马嘴，就真的很魔怔。另外，你嘴里的资本在美的、在欧洲确实无法无天，但在中国，资本上面还有党。最后啊，他说国外资本无法无天，但在中国，资本上面还有党。首先啊，咱们从逻辑的角度来聊问题，我聊的是所有的资本家，他们运营公司的核心要义都是为了赚钱，而不是为了搞慈善拼良心。这是一句再正常不过的话了。这跟国内外资本受不受国家约束有什么关系呢？资本家追逐利润也不犯法呀。再说了，你也知道资本上面还有党，那你常年在互联网上恶意诋毁我们国家党和政府出面出头做的合资公司、进口公司，这又该当何罪呢？对吧？说白了，这意思太明显了，就是为了干我，
他把华为粉丝、比亚迪粉丝拉过来都不够，还要把我直接打到党的对立面。说实话，这套说辞一出，任谁都不敢帮我说话了呀，我更是大气都不敢出了呀。当时我都惊了，真的。但事实上，大家也都能看出来，他的那些论点、论据，要么就是张嘴就来，要么就是信口雌黄，要么就是故意拿国外的高配跟国内的低配比，要么就是压根儿不提任何国外的当地的国情。这种人啊，说白了，你只要跟他观点不一致，他就要把你打成卖国贼，他根本不跟你讲任何道理，也不会从观点上跟你交锋。这种人啊，表面上嘴上全是主义，但实际上心里面全是生意。他跟属实哥完全属于一路货色，就是属于那种打着爱国主义大旗，但是暗地里玩的全是道德绑架消费者的这种把戏的恶心人。所以大家永远记住一个观点，我们可以永远相信党和政府对经济自然有它的高瞻远瞩的布局，只要是政府允许的合法公开的商业活动，我们老百姓都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和实际情况来自主决定自己的钱到底该买这个国家的什么合法商品，对吧？这是一个再正常不过的事儿了。但是在如今的国内，这个事儿却要反复的强调拿来说才行。要知道，我们是消费者，各位朋友，在商业活动里面，我们消费者才是上帝啊！但是现如今，有一些极个别的品牌的极端粉丝，在我们中文互联网上，居然敢公开道德绑架我们消费者啊！只要是不买他们喜欢的品牌的东西，我们就成了卖国贼了啊！这真是滑天下之大稽啊！大家想一想，你口袋里的钱赚得有多辛苦，只有大家自己知道。你每天起早贪黑，加班累死累活，好不容易全家老小攒的钱，想买一个自己喜欢的车，还得被人戳着脊梁骨骂，这像话吗？啊，咱们到了今天还要放任互联网上这种道德绑架的风气继续蔓延吗？还有啊，我奉劝有一些品牌少玩这种道德绑架的把戏，摆正自己的位置。你们只是个服务者，做好自己的产品跟服务才是你们应该干的事儿。你们有什么权利对中国的广大消费者指指点点，教他们做事儿啊？啊？这种道德绑架的把戏，说白了，玩一时可能很爽，但是迟早有一天你会被流量反噬的。说白了，不好好的做自己的产品跟服务，没有党和国家给你们提供的优厚政策，没有广大消费者对你们的支持，你们啥也不是。最后啊，对于我们广大的消费者，我真的只想真诚的说一句，钱是咱们自己的，咱们想买什么就买什么，这是咱们的自由。我们一定要有勇气，坚决的对这种道德绑架说不。那 OK， 我是堂主，我们下期再见，拜拜。